不是西湖去不起，而是杭州湘湖更有性价比。嗨，各位，蓝店长崔笑，我们又见面了。去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在湘湖这里拍了领跑的 C10，今天我又来到了这里拍到领跑 B10，可以说一套方案领跑用2回，领跑真的是很会省钱。领跑 B10作为一个已经上市的车型了，相信大家对它的外观呢不陌生了啊。在这简单跟各位聊几句，这个贯穿式的灯带啊，就特别有的聊。首先呢，它的很多品牌、很多竞品都特别喜欢把这做成一整条都能亮的。据说那个玩意儿弄起来大几千万吧，但是作为一个11到14万售价区间的领跑 B10是绝对干不出这么奢侈的事情来，所以呢，他把这嘎嘎截了2刀，两边的2个示宽部分呢做成了一个3点飞翼式的晶体，错落有致的造型，远远看上去呢，很潮，而且很科技。但是它把中间这一块就保持了普通的一个塑料罩，看似像灯，但是都不能亮，所以怎么样？非常便宜的成本去干了一件反而更显档次、更高档的事情。领跑现在的整个家族后面都是这个造型，但是它的整个的后尾灯的造型跟前面做到了很好的融合。当然了，多给了你一点，就是把中间这条尾灯也给你了。两边呢仍然是采用一个错落的造型，所以远看呢这台车的质感还是 OK 的。站在这个位置，各位是不是以为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后45度摄像头，还是这2个摄像头，还是那个激光雷达呢？都不是，跟各位聊一个比较冷门的点。发动机盖和我们的前风挡玻璃形成了一个夹角，这个里边的孔洞看见了吗？我整个胳膊都塞进去了，这里边不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造型团队跟功能团队以及某几个团队之间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造成的麻烦就是这个里面特别容易积攒东西。如果你要停在树底下，或者赶在秋天，这个里边树叶堆满了，那再混上土，然后再下场雪，再下场雨，我的妈，里边什么样，各位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地方记住一定要勤加打扫。空调它的进风口在这附近，如果说整个车内充满着腐殖质的味道，各位不敢想象，太美啊！还有一个，这个底下有很多的漏水的小孔洞，如果一旦把这些孔洞堵住了，这个地方就水漫金山了。之前有过内饰的棚拍，所以大家对内饰大概已经有了了解。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各位只要说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中间的这个中控屏。带激光雷达版本的呢，采用的是8295的控制芯片；如果是普通版本呢，就是815的芯片。不管你用什么芯片，它的界面跟操纵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操纵方式呢，可以说你会用手机就会用，因为这台车主要的消费人群呢，要么是从燃油车挪过来的，要么是人生第一次购车，所以呢，太复杂的这种车机逻辑结构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那么 OK， 只要你会用手机就会用它。第二点呢，就是前面驾驶员的这个小屏幕了，它坐在了方向盘的驾驶柱上，所以无论你怎么调节方向盘，这个小屏幕都是随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内饰跟氛围感以及设计做得非常的到位，完全摆脱了以前领跑那种老的傻大黑粗笨的固有印象。相信大家肯定会提到这个小桌板啊，这个小桌板呢是一个配件，我们可以把它拿下来，这个一拧就给固定在这儿。据说后期有很多的第三方供应商呢，只要你插得到这里面这6个孔里面，你就可以给它做各种各样的配件，非常的好玩。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质疑啦，说不安全。首先第一点，这上面写着呢，静态状态下使用，动态不要用。第二点，它的安全气囊是从前方玻璃下沿起爆，不是从这儿直接爆，所以你在这儿放任何东西都不会拍到脸上。说到拍脸，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安全，那我想请问，很多车在这个地方车主会悬一个带片的水晶球，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你说这个安全吗？很多小姑娘会在前面码一堆小玩偶，尤其甚至还有塑料跟甚至还有石膏的，你觉得它安全吗？我还见过一个司机大哥在前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光双棒鞭锏锤抓码齐了那种小的兵器玩具，我说你要干嘛？这东西你这撞了，它不比这个危险吗？对吧？你这一脸的，你撞了之后一脸的兵器，把兵器谱都在脸上了。所以真正的安全和不安全不在于这一点，而是在于说你怎么去使用它，和在于你司机的这样一个意识。OK， 这块说过了啊。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创意在哪儿呢？放水的这个小杯架，绝大部分车的杯架呢都是固定的，对吧？要么挖2个窟窿，要么挖一个大槽，底下弄那种小爪爪固定住。但是这台车不是，你需要的时候就把它搬下来，放小环套在这儿；你不需要的时候，水拿走，这块就可以放杂物。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简直是太巧思了，非常非常的好，能够非常最大限度的利用这辆车里所有的空间。点个赞。说到这些创新之外呢，但是它有没有耽误自己的这种传统的储物位置？比如说，它仍然保留了这样一个空间不错的手套箱，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很深的一个槽里边可以放好多零食的。然后这块还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这边也可以放一个手机。
总之来讲吧，这台车所有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坐在后排跟各位聊聊啊，首先这个氛围感确实做的跟前排差不多啊，而且很多细节的很多小设计呢，让人看了怎能不爱？也难怪领跑现在卖的这么好，对吧？它深刻的抓住了消费者的心。各位看到这个空间了吗？你相信这是一个紧凑 SUV 的空间吗？虽然说按照市场调查，这个级别的车主要都是司机一个人开，或者是小家庭2个人，但是领跑仍然给你保留了一个巨大的第2排空间，想着你成家之后后排的使用率还是非常的不错的。从功能性上来讲，这块有一个空调的出风口，左右可以各自调整，一个方口一个圆口。哎，这块我要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啊，我们所有的车上几乎都会有纸抽，但是这个纸抽你放在哪儿？现在绝大部分的车型呢，就是随手一扔，或者是这淘宝上买那种各种卡的夹的，反正就是怎么就你找不着一个合适的地方。领跑B10后边给你专门设计了一个放纸抽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同时呢，这外边还给你保留了一个出纸的槽。说的功能性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扶手了常规的一个扶手的造型，但是它做的宽了一点，同时这块还给你保留了比较大的一个硬质面积。如果说你有小宝宝需要做辅食或一些东西呢，就可以放在这儿了，还是非常的贴心的。整体来讲吧，这个皮质这个价位肯定不是什么纳帕，就是一个人工合成皮，但是它里面增加了竹碳纤维的一个成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尽可能的让大家觉得环保。说到B10的储物空间，我们来看看它的后备箱如何啊？电开门已经是现在这个级别的标配了。打开之后，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4壁非常的整齐，不会造成很多的空间浪费。我给各位人肉展示一下，怎么样？还可以吧？那么如果你要是对这个拉东西的高度有需求的话呢，这个盖板还可以打开，一拉一推，就可以增加出大概一个手掌的高度。如果各位逢年过节买一些盆景，可能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够了。如果说你要平常不需要这么高度呢，可以把底下放一些司机的小零碎啊，乱七八糟的不常用的东西都在下边，空间还是蛮大的。那么如果说你要拉更多的东西，对吧？我们就把后排座椅向前推倒，非常的丝滑，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轻轻一扳就 OK 了。怎么样？还可以吧？而且这个整体的这个角度呢，保持的还是 OK 的。理论上我应该趴在后边给各位拍，因为这台车全系都是后驱车型，除了低配车型采用了一个132千瓦、175牛米的小电机之外，剩下全系标配了160千瓦、240牛米的电机。由于这套东西放在了后面，因此前面打开发动机舱盖之后呢，显得有点空了。但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个家伙。多合一的液冷控制器，可以说这台车所有的温控全部都由它来搞定，比如空调、电机、电控跟电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让热量从不需要的地方快速用到需要的地方，不用白白耗费电量去产生热，也不会白白的去浪费掉这些热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可以让这台车的电量呢，用56度电池实现510公里的续航，用67度电池实现600公里的续航。那么现在到了动态试驾环节，我们开车上路，感受一下怀档一拉走人。在谈论这台车的动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是一个10万9千八到13万9千八，也就是11万到14万之间的这么一台车。我们要以这个价位区间和这个基准来衡量这台车的动态表现，这样比较公平。那么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驾驶模式。首先它的驾驶模式呢分舒适、标准跟运动，能量回收呢也分弱、中、强。它的转向呢分3种，也是舒适、标准跟运动。那么分别我跟它感受了一下啊。坦率讲，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日常使用的时候呢，驾驶模式用标准，能量回收用弱，转向模式用标准是最舒服也是最合适的。因为坦率讲，它的命名我觉得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误导，就是它的舒适模式其实是别的车 Eco 经济模式，而它的标准模式其实是别的车的舒适模式。所以如果你要是选择舒适模式的话，这台车的舒适模式，你感觉你的方向盘也好，你的这种驾驶感受也好呢，好像都蒙着一层纱。就是不是只给，都特别的模模糊糊，就这个磨磨唧唧，就那个感觉，可能对能量的这个能耗表现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开起来呢稍微感觉呢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爽。但如果你要是改到标准模式的话呢，这种仿佛蒙在油门踏板上的这种沙就被抽掉了，感觉就比较 OK 了。当然，如果你要喜欢只给的那种凌厉的感觉呢，你就选择运动。当然了，这台车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运动感，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台运动的车，对吧？它是一台家用的纯电的紧凑 SUV， 所以各位了解这一点就 OK 了。这台车的悬挂呢，坦率的讲，我个人觉得缺乏这么一点韧劲儿。比如现在我们在湘湖边上的这条旅游路上走，大概50到60之间的时速，胎压呢是冷胎 2.5， 热胎现在 2.6 左右。那么随着路面上轻微的一些小颠簸，比较就明显的传到车内了。所以你看我这个脑袋，其实仔细看一直是随着路面上一直在点头，有点像那个小玩具，点头，不是很
不是特别的剧烈，但是能感觉得到。你说这台车的悬挂有多硬吧？不是那种邦邦傻硬傻硬。你说它软吧，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传感，就是缺乏那么一点韧劲儿。确实啊，如果要是能把那股韧劲儿做出来，这个悬挂我觉得就完美了。说到这台车的视野，我觉得这台车视野非常的不错啊。前面只要驾驶位置调好之后呢，隐约看到前面一点的车鼻子。你要知道，这个对于很多新手跟女性司机来讲是莫大的心理安慰。两边的2个后视镜呢面积也 OK， 上面的后视镜呢也 OK， 而且后窗的面积也比较大，所以这台车前后左右驾驶员的视野几乎没有什么遮挡，非常的不错。领跑110作为一个城市主力用车，那么对于拥堵路况肯定是它最常见的一个路况之一了。我们感受一下啊。首先呢，说到这个刹车踏板一点一点跟着往前走，一点一点踩是没有问题的，还是非常 OK 的。但是如果你需要刹停的那一下，还是有点点头。那么说到油门踏板呢，跟着走的时候呢不是特别明显，但如果说能稍微踩深一点点，就有点仰头的感觉。俗话说就是有点贼。我刚才试了啊，只要不是舒适模式就都会有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它要是能做的，尤其是在标准模式下，如果能做的稍微有这么不是这么的敏感，我觉得可能会更舒服一点。相信很多朋友对领跑110的充电功率很好奇，那现在我在萧山机场附近找了一个小桔充电桩，单枪最大能跑到250千瓦的功率。我们看看它的充电功率到底是多少。刚刚插枪从63%开始充，功率呢现在跑到了49千瓦。我们充一会儿，看看功率会不会再往上涨一涨。为了避免其他的因素对车辆充电功率造成干扰，我把这个车的车门也给锁了，人也离开了，里边用电器全都关了。现在充电呢充到了70%、71%，结果没想到功率掉到了30千瓦。你说功率分流也不太会，因为虽然这是一个网约车比较常用的充电桩，但是呢这边大家看到吗？这边没有车，这边也没有车。而我这台车呢是一装双枪，我这边也没有人跟我分流，所以看起来刚才那个49千瓦应该是这台车今天现在这个状态下充电的最高功率了。领跑110全天试驾小总结，汽车行业没有魔法，一分价格一分货的铁律永远存在，但是这台车却没有亏本。各位知道为什么吗？看一眼配置表你就明白了。这台车最便宜的低配车型，它的电机跟其他的不一样，而带激光雷达的高阶智驾版本跟其他版本的芯片也不一样。除了智驾芯片之外，连智仓的芯片也不一样，一个是815，一个是8295。如此精准的刀法，打造了这台车极致的性价比，相当于1分钱掰成2瓣花。你不需要的我一丁点都不给你，但是你需要的我通过自研的方式压低成本，尽可能的给到你。这就是这台领跑110的一个精髓。当然，如果您要是重度高阶智驾依赖者的话，我建议您稍微的等一等，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在感受这台车工程版本的智驾时候呢，有几个环节还是挺吓人的，给了我一点小惊吓。OK， 我是蓝店长崔笑，这期节目就这样了，希望看视频的您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